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款绵羊包包的钩织方法。这款包包的话呢，我们用线主要是白色的线和奶咖色的线，中间有一根这个黑色的线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用的工具就是3.0的钩针或者是3.5的钩针都可以。还有一张网格片，就是缝合包底用的。这里的话呢，这个没有缝合。然后购买材料包的话呢，可以支持我的店铺笑笑毛线屋购买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现在开始教大家如何钩织。首先我们拿出白色的线开始钩织主体。这里的话呢，我用米色的线代替，因为白色的线拍视频看不清楚。然后讲一下我们这个线材质问题。我们这个线的话呢，是5根线组成的，所以它叫五股牛奶棉啊。所有的5根线组成的线，它在钩织过程中，如果说带线不稳定的话呢，都会散开的，这是属于正常现象。等你熟练之后，就不会把线钩散开了，并不属于质量问题。还有就是说，我们线如果说一团出现1到3个接头，也都是正常的。如果说遇到接头的话呢，就是偶尔有的线会遇到，正常的话呢，一团线都是会没有接头的啊。如果说遇到的话呢，就是直接找我要接头处理的一个视频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是你处理完压线之后的话呢，是完全看不到接头的。好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先开始钩织。首先教大家拿线方法，我们线放在3手指上绕过来，捏着线，下面2个手指捏着线。如果说你这里这样捏不住的话呢，就是绕一圈，然后绕过来之后，中指和大拇指捏着线圈，这样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们是环形起针，所以说我们先拉长一些，在中指上绕一圈，捏住。然后我们拿出钩针，我们拿钩针的方法就是像拿笔一样拿着钩针就可以了。钩针的尖头对着自己，然后我们穿进圈内，钩针直接穿进这个圈内，钩针放在这个线的上方啊，绕线，针由下往上拖出来，这样我们是属于一个起针，接着我们起一个辫子针，针接着由下往上拖出这个线圈。我们这里拖出线圈的时候，注意一下手劲的一个掌握。我们钩针往上抬，看一下这个线圈，右边这个线圈它就会变大，这样你带线的话呢，就会比较容易带一些。然后我们的左手记住不要就是捏得紧紧的线，如果说你左手捏得很紧的话呢，线圈是带不出来的。我们左手只需要把线就是绷直就可以了。注意拿线方法啊，我们只需要把线绷直就可以了，就是不让它松散，因为松散的时候我们带不了线出来，只需要绷直。右手掌握这个里面圈的松紧度，然后我们钩针由下往上绕线，拖出圈，这里这个钩针的尖头横着出来，这样我们就起立了一针。我们需要在这个圈内钩6个短针，我们钩针直接穿进这个圈内，然后拖出线圈，看一下，如果说从这边看的话就是这样，从这边看的话是这样，拖出来，然后绕线，我们钩针还是由下往上，
由后，然后绕到前，拖出这2个线圈。这里的话呢，正面就是这样，然后侧边的话呢，我们会形成了一个 V。我们在侧面的 V 上做记号扣，看一下。新手的话呢，这个 V 可能会比较乱一些，但是就是钩针下方的这2根线，这样就算是一个针目，算为1针。这就是第一个短针。我们需要在这个圈内钩6个短针。这里的话呢，新手练习一定要有耐心哦。刚开始的话就是会比较难的，是正常的，因为你没有接触过钩针，多练习几次就熟练了。然后我们继续钩针穿进去，往上拖出来，绕线，同时拖出这2个圈。这里这个圈的话呢，你也可以这样捏着，方法的话呢都一样的，我们只是就是在这个圈内进行就可以，你这样捏着也是一样的。看这里又形成了一个 V， 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又钩成了一个针，一个短针。我们继续在这个圈内穿进去，拖出来，绕线，拖出2个圈，第3个 V。我们钩针上的这个 V 不算1针哦。好，4、5、6。这里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说还是不会短针的话呢，就看前面的视频重复练习就可以了。但是刚开始一定要有耐心，重复练习。只要把这个短针学会了，后面就都很简单了。然后我们第1圈就结束了，我们把最后一个 V 上也做上记号扣。这里大家数一下，第1个到第6个是不是6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是6针的话呢，你这一圈就是说，已经是正确的了。刚开始的话，这个新手 V 是不整齐的，但是只要是一个短针就可以。就是新手不要要求太整齐，你只要先勾出来就可以。然后我们把线头拉紧，就是刚才这个短线头，拉到最紧。如果说拉不紧的话呢，就剩很大的洞，可能就是你勾的时候带线把这个线勾散开了，拆掉重新勾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第1圈要进行一个连接，把它变成一个圆形。我们直接针穿进去这一个 V 上，就是说这个记号扣，我们针穿进去，看一下就是这2根线，钩针这个线头放在针的上方，可以不放啊。新手的话呢，就是最后藏线藏一下就可以了，线头放一边，拖出来，再拖出来，然后拉紧。拉紧的时候，我们捏着这里，这样拉，看一下这个圈就已经紧了，这就属于引拔。我们把引拔的这个圈拉紧，就比较好看，引拔不明显就好看一些。我们第1圈就已经搞定了，然后我们开始进行第2圈。第2圈的话呢，我们是一个短针加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就是这样。就是我们每个针目上面勾2个短针，入针的位置的话呢，就是这一个 V， 2根线的位置入针，勾短针
就是每个 V 里面勾2个短针。首先我们每一圈刚开始都要起立一个辫子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接着我们还是在这个针目里面，就是刚才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勾2个短针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接腰扣拿掉了。拿掉之后，一定要记得刚才记号扣的位置，就还是在这里，就是和引拔是同一个孔。这里不会压线的话呢，就不用压。新手的话呢，就是最后用针缝进去，藏线就可以了。不是新手的话呢，钩针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进行藏线。这里短针的方法还是一样的，只是说我们的入针位置不一样了。我们短针钩完之后，在第一个记号扣上，第一个形成的 V 上扣上记号扣，是在第一个短针钩完之后做上记号扣。然后我们继续还在同一个孔里钩一个短针，就形成了一个 V。这里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第一个针目，就是刚才做黄色记号扣的位置，我们一共是钩了3次。第一次是引拔，第2次和第3次都是各一个短针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始钩下一个针目，我们每一个针目都是钩2个短针，入针，一个短针，2个短针，这就属于短针的加针。一个针目钩2个短针，这个也是穿进去，钩2个短针。这里到最后一个记号扣的位置了，我们把记号扣拿掉，钩2个短针，1、2，钩完之后我们做回记号扣，就是说我们最后一针已经钩完了，我们把记号扣做上。好，这里的话呢，第2圈就结束了。大家数一下自己第2圈是不是钩了12个短针，就是从黄色记号扣开始，1、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。如果说是12个的话呢，就对了，我们这一圈就结束了。我们直接和第1针进行引拔。这里我们可以把第1针记号扣拿掉进行引拔了，大家记得拿掉之后的位置。看刚才记号扣在这里，我们中间这些都是不勾的，引拔和起立针都是不勾的，不用管，直接就是勾在记号扣刚才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拖出来，再拖出来，拉紧。好，第2圈的引拔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们开始第3圈的钩织。第3圈的话呢，我们是一个针目钩1个短针，一个针目钩2个短针，然后第3个针目钩1个短针，第4个针目钩2个短针，就是这样循环的，一个短针2个短针，一个短针2个短针，循环。这一圈的第3圈的话呢，一共是18个短针。首先我们起立一个辫子，我们在第1个针目上钩1个短针，做回记号扣。我们每钩完第1针都要做上记号扣，最后一针也要做上记号扣。然后我们在第2个针目上钩2个短针，第3个针目上钩1个短针，第4个针目上钩2个短针，
第5个针目上钩1个短针，第6个针目上钩2个短针，我们就是这样循环。这个就属于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，一共是循环6组，就是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，一共是循环6组。最后一个记号扣到了，直接拿掉。我们钩2个短针，做回记号扣。我们第3圈就结束了。结束之后，我们进行引拔，把黄色的记号扣拿掉，然后穿进去，拖出来，再拖出来，引拔连接。好，我们开始第4圈。我们第4圈的话呢，就属于2个短针一个加针，一共是24针短针。首先我们起立一个辫子针，这里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是双数问题，就是4个短针一个加，2个短针一个加针，2个就属于双数，所以说的话呢，我们是先钩1个短针一个加针，然后再开始2个短针一个加针，我们再把这个第1个短针的移到最后面，就相当于1个短针1个短针一个加针，一个短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，这样循环。首先我们钩1个短针，然后第2个针目钩1个加针，就是2个短针，第3个针目钩1个短针，第4个针目钩1个短针，第5个针目钩2个短针。我们是这样为一组，其实短针加针的话呢，从正面看也挺明显的，是这样的，它一个孔里会有4根线，一个孔里有2根线就是短针。然后我们继续一个短针一个短针，然后再下一个针目就是钩2个短针，一个短针一个短针，再下一个针目钩2个短针，继续一个短针一个短针2个短针，我们到最后一个记号扣的位置，正好是剩1个短针，把记号扣拿掉，钩1个短针，做回记号扣。然后我们进行引拔，这里大家再自己记得数一下，第1针到最后一针是不是24个短针？针数对的话呢，我们就进行引拔。接着我们开始钩织第5圈了。我们第5圈的话呢，就是5减2，就是3个短针一个加针。首先我们起立一个辫子针，我们在第1个针目上钩1个短针，3个短针一个加针，我们这一圈的话呢是30针，我们1个短针一个短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，这样循环的。第2个针目钩1个短针，第3个针目钩1个短针，第4个针目钩2个短针，这样循环为一组啊。
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，然后第4个针目上钩2个短针，就这样循环，一共是6组。这里我们又到最后的位置了。我们最后的位置的话呢，是钩2个短针，接腰扣拿掉，正好是钩2个短针的。我们这一圈结束，一共是30个短针。我们把接腰扣拿掉之后，进行引拔，拉紧。好，我们这么5圈就已经结束了。给大家说一下如何数圈数。我们这样就是1圈、2圈、3圈、4圈、5圈，这样一横过来就是1圈、2圈、3圈、4圈、5圈。从这中心为1、2、3、4、5。然后我们5圈结束之后还剩1圈，就可以钩织包身了。首先我们起立一个辫子，我们这属于4个短针1个加针，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双数怼过来，就是这里是1个短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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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共4个短针了，对吧？1个加针，是这样为一组。所以说我们就是先钩2个短针1个加针，一个短针1个短针，第3个针目钩2个短针。接下来了，我们剩的2个短针是最后钩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4个短针1个加针了，一个短针1个短针，第3个短针，第4个短针，然后1个加针，接着1个短针2个3个4个，然后1个加针，1、2、3、4，一个加针，1、2、3、4，一个加针，1、2、3、4，一个加针。正好我们还剩2个针目，就是1个针目钩1个短针，正好。这圈下来的话呢，我们一共是36个短针。大家数一下自己的针数对不对啊？如果说对的话呢，我们直接进行引拔就可以了。引拔完之后，我们就是包底就已经完成了。这个包底会显得比较小，但是我们钩完包身之后就会大扩出来，就是这么多。因为我们有花型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是直接钩长针，这里教大家长针的钩织方法。
首先讲一下这一圈的入针位置，我们这一圈的话呢，全都是在离我们远的这一根线上入针，挑这一根线入针。好，我们引拔的这一个话呢，也是挑一根线入针。首先我们是起立2个辫子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然后我们绕线，先绕线，然后穿进去这一根线，然后拖出来。现在针上是有3个线圈，然后我们绕线拖出前2个圈，绕线拖出后2个圈，这样是一个长针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第一个上方做上接腰扣，我们要在这同一个圈内钩5个长针。我们继续绕线，穿进去，拖出来。这里不要把线圈拉得太长，我们只需要半长就可以了。绕线，拖出前2个圈，绕线，拖出后2个圈。长针的方法的话呢，就是比短针多绕线几步，就是你需要先绕线，然后穿进去，然后绕线，先拖出前2个，再绕线，再拖出后2个，这样就是会多几步。我们钩5个长针，就是这样为一针，2、3、4，钩针上不算，我们还差1针。现在是5个长针，然后我们把钩针往上抬，拿下来。拿下之后，我们现在钩针要穿进之前做记号扣的这个孔里，我们先把记号扣的这个孔拿掉，穿进去。穿进去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圈用手指就是往前抵出一个这样突出的形状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就是这边的线头钩针直接穿进去，然后线头拉紧，看一下。接着就是，你看你可以用中指就是往前抵，钩针穿过来，这样就是一个爆米花针。接着我们钩一个辫子针，钩完辫子针之后，在这个辫子针上做好接腰扣，这里就是为第1针。好，接着的话呢，我们是钩一个长针，就是绕线。我们在第2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然后我们是爆米花针，我们就是一个爆米花针，一个长针，这样循环的。接着绕线，同一个孔里钩5个长针，爆米花针就是同一个孔里钩5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这里长针不熟练的话呢，就看刚才的视频，多学习一下啊。然后我们把钩针往上抬，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直接数一下，这个线圈是不算1针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对，这一针对吧？我们钩针穿进去之后，我们用中指抵过来，就把它突出成一个爆米花形状。我们钩针穿进去，拉紧，拖出来。这里拖出来的时候注意，
钩针不要带到这个别的针目上的线了，就只需要带这一根线就可以了。然后穿进去这个圈，这样又形成了一个爆米花针，钩一个辫子针。接着绕线，我们钩一个长针。我们继续，就是我们这一圈就是这样。如果说会的话呢，就直接这样循环钩一圈就可以了。我再演示一遍，我们是钩一个爆米花针，一个长针啊。爆米花针的话呢，就是5个长针组成的。先钩5个长针。如果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钩了5个长针的话呢，也可以从正面数1根、2根线、3根、4根、5根。这5根线的话呢，都是从这同一个针目里穿出去的，就是5个长针。然后我们倒数回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穿进去，拉紧线头，拖出来。这就又形成了一个爆米花针，接着钩一个辫子针，就是拖出来之后，我们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再绕线，钩一个长针。我们就这样循环钩一圈，一共是13组爆米花针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，哦，18，36除以28。我们一共钩18个爆米花针，先重复循环钩这一圈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然后我现在已经钩到最后一针了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绕线还是钩一个辫子针，这个爆米花的辫子针我没钩。然后我们在最后一针上是直接钩一个长针。长针钩完之后，我们在最后一针上做上胶扣。我换了一个颜色的胶扣。然后大家数一下自己的针数有没有少，然后我们进行引拔。我们把线这个胶扣拿掉，记得入针的位置。拉紧。好，我们开始第2圈。我们第2圈的话呢，就是和第1圈的钩法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的入针位置不一样。我们是在这个长针的上方钩爆米花针，爆米花的上方钩长针。这里讲一下入针的位置。我们依旧是一个微钩一针，这里中间会有一条缝，这里是不钩的。我们这个属于爆米花的上方钩长针，长针的上方钩爆米花针。记得长针的上方入针的时候，这中间还是有一根线的，并不是在这个整个的这里入针，这中间是有一根线的，我们只挑上面2根线入针。然后下一个就是在这里了，我们中间这一根是不钩的啊。爆米花的上方钩长针，长针的上方钩爆米花针，爆米花针的上方钩长针，就是这里入针。如果说找不到入针位置，也可以淘宝问我哦。好，然后我们首先起立2个辫子。我们现在是在爆米花的针的上方，所以我们先钩一个长针。钩完一个长针之后，做上胶扣。接着我们绕线，我们在这个长针的上方
钩爆米花针，就是说5个长针。5个长针钩完之后，倒回来数一下啊，还是依旧这样，2、4、5。然后我们钩爆米花，钩一个辫子针，绕线开始钩长针。长针就是在爆米花针的上方入针，然后长针的上方钩爆米花针。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爆米花针的上方钩长针，我们这一圈就这样循环拉长。我们这一圈就这样循环，主要注意入针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我们在爆米花针的上方钩长针，长针的上方钩爆米花针，爆米花针的上方钩长针，就也是一样的，爆米花针长针爆米花长针循环钩到最后。最后的话呢，就是这一圈的爆米花的个数也是一样的，数量也是一样的，也是18个爆米花针。好，我已经把第2圈最后一个记号扣给拿掉了。最后一个记号扣拿掉之后，是可以钩一个爆米花针。爆米花针钩完，我们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一个辫子针上方做上记号扣。接着我们进行引拔连接，我们把黄色的记号扣拿掉，进行引拔。接下来的10圈，我们的钩织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在长针的上方钩织爆米花针，爆米花针的上方钩织长针就可以了，每圈循环。然后这里，如果说到双数圈的话呢，就第2圈、第4圈、第6圈，大家可以重复看上一圈、第2圈的方法钩织啊。其实我们就是起针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长针的上方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是需要先钩织爆米花针，首先起立2个辫子针，在第1针上先挂上记号扣，然后我们是钩5个长针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长针的上方，所以是先钩织爆米花针。5个长针钩完之后，把记号扣拿掉，直接拉过来，然后钩一个辫子针，在第1个辫子针上面做上记号扣。接着我们绕线，在爆米花针的上方钩长针，长针的上方钩爆米花针。就是说我们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到起针的地方可能会要注意一些。一个辫子针，然后钩织长针。这里我再重点讲解一下，比如说我们是先钩织的爆米花针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到结尾的时候，
这个位置，最后一个接号扣的位置是正好是一个长针。我这里简单演示一下，然后最后一个位置正好是长针，就直接引拔就可以了。大家就是最后一针钩完长针之后要做上记号扣，第一针钩完也要做上记号扣，然后大家再重复第2圈的方法。你看爆米花针的上方就是起立2个辫子，先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长针上做上记号扣，然后接着是爆米花针，就这样循环1圈。每一圈的爆米花针的话呢，都是18个爆米花针，没有变啊，一直循环钩到包底，就是整个包完成。然后讲一下这个网格片的缝合，看一下钩到就是12圈爆米花针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。的爆米花针的效果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穿上束口的话呢，就是这样的效果了。现在看不大出来啊。然后的话呢，其实我们的包是有往外扩的，看一下，包是有往外扩的。我们可以钩完之后再缝合网格片，也可以现在缝合网格片。我们需要把网格片剪掉。我这个比较大啊，会给大家发的比较小，因为小的网格片不在身边，但是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大家就是把旁边给剪掉，就是剪到和自己包底一样的大小，从这边看就是比较好看到。这个中心最好就直接对准这个中心，然后剪掉。这个需要再剪掉1圈，因为每个人的手劲不一样，然后可能钩出来的大小会不一样，大家直接剪裁到合适的尺寸。剪完之后，你看这里，我就感觉这个尺寸就比较合适了，稍微大一点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边儿本来就有外扩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线头如果说没有藏线头的话呢，现在可以藏一下，我们就是可以顺着这个纹路，就是多缝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剪掉。我这个已经藏过了，所以就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。然后我们进行缝合，这里的话呢需要抽线头。如果说大家就是从中间抽不了的话呢，就可以等整个包包完成之后再缝网格片也可以的。你可以就是垫在这里，到时候再缝也是一样缝的。然后我们把同色的线取好，大概30厘米的样子进行缝合。我们直接就是把网格片对好，我在旁边穿出来。我们留一点线头，留着藏线就可以了。我们注意外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从旁边就穿进来，不要这样，不然的话就是会离太远，不好看。就是我们在旁边就穿出来，然后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跳跃多一些。我们边缝合的时候边整理一下这个圈儿。
如果说大家底部钩织的不整齐的话呢，可以在里面也缝合一下，就是多缝合一些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会稍微整齐一点。我们就沿着这个边把一圈缝合上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不好拽动的话呢，一般都是缝到这个线中间了，然后就退回来重新缝一下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直接可以打几个结也行。我们可以直接打个死结，系2下，然后进行藏线。穿进去，然后沿着这个边儿缝一下。像这样不好拽的话，都是缝到这个中间了，因为我这个针拿错了，是个尖头的针。然后大家不放心，就可以多藏一些线头，藏完之后把线头直接剪掉就可以了，这个包底就藏好了。另外一根线头也是一样的方法啊。然后大家把网格片缝完之后，就可以继续钩包身了。包身就是直接按照这个方法，同样的方法往上钩织就可以了。好，当我们钩完12圈的时候，就可以做最后的，就是引拔结束了。如果说就是说手劲太松的话呢，就可以不钩这么就是12圈，钩11圈、10圈也可以。因为手劲太松的话，它会比较长，整个比较长的话呢，就是少钩2圈会比较协调。这个就是稍微长方形一点。比正方形多个2圈的样子。这里最后还剩一个长针，长针钩完之后，直接和第一针进行引拔。引拔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断线了。这边的话呢，就是直接剪掉就可以了，留个10厘米的样子。引拔完，我们直接把针往上抬，拉出来，这样就是断线。拉紧，拉紧之后的话呢，我们藏一下线头。我们线头的话呢，可以先缝进去。这个线太白了，我们可以在引拔的这个孔缝进去，然后顺着这个纹路缝一下就可以了。
然后这个主体我们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开始钩织配件。配件的话呢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。我们配件一共是需要这些，就是2个耳朵的地方，2个耳朵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地方，脸部。然后我们的话呢是方法是一样的啊。这里的话呢，我统一讲解一下。这个方法的话呢，和包底也是一样的。然后我就不慢动作了。这里的话呢，我用粉色的线代替讲解。这个里面这一圈的话呢，对角，里面这一圈我们是钩了5圈，然后第6圈是不加不减的，然后外面这一圈我们是钩了6圈，然后第7圈是不加不减的钩一圈，然后我们的脸部就是6圈，然后就是说和包底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包底就是6圈，一模一样的，只是6圈的时候我们直接断线就可以了。这里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。如果说详细的已经不会了，忘记了，就直接看之前开始那个包身起身的视频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是还是环形起针，钩6个短针。第一个短针上记得做交扣，新手还是要做交扣的。然后我们6针钩完之后，最后一针上也做好交扣，然后引拔。接着我们进行引拔，拉一下线头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把交扣拿掉，穿进记号扣的位置。拉过来，再拉过来，然后接着我们开始钩第2圈。我们第2圈的话呢，是2个加针，就是说每个孔里都钩2个短针，1个加针。我们先起立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孔里，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2个短针。第1个短针上记得做记号扣。第2圈一共是12个短针。再数一下自己的针数，对的话呢，就是12个短针，对的话呢，就直接进行引拔就可以了。接着的话呢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是还1个短针1个加针，起立1个辫子针，钩1个短针，在第1个短针上做上记号扣，然后第2个短针上，第2个针目上钩1个加针，
第3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第4个针目上钩一个加针，就这样循环，一个针目上一个短针，一个针目上2个短针。那么最后一个针目上钩2个短针，结束之后我们进行引拔，记得最后一针上记得也要做好交扣，然后我们引拔，接着我们开始第4圈。第4圈的话呢，是2个短针1个加针，第一组需要先分开，所以我们第一针先钩1个短针，就是引拔的孔先钩1个短针，第2个针目是钩2个短针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是1个短针1个短针2个短针，循环5次，1个短针，第2个针目1个短针，第3个就是钩2个短针，这样循环。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是剩1个短针，做上交扣。我们每一圈的针数的话呢，乘以6就是每一圈的圈数。我们第一圈是6针，第2圈就是12针，就是2、6、12，第3圈是18针，就是3、6、18，就是这样算的。因为我们每一圈都加了6针，所以说就是6的倍数。圈数乘以6就是这一圈的针数。我们进行引拔，拉紧。好，我们钩了4圈了。接着的话呢，我们继续钩织。我们这里注意，我们的这个白色的2个是只钩了5圈，然后第6圈是不加不减的钩1圈。我们再钩1圈，第5圈是1个短针，1个短针，就是3个短针1个加针，3个短针，在第4个针目上钩2个短针，这样循环。第4个针目上钩2个短针，3个短针，第4个针目上钩2个。第4个针目上拿掉，钩2个短针，
这里的话呢，注意我们的白色的是只勾到这一圈加针，然后勾一圈不加不减的。我现在演示的是这个咖色的啊。然后我们勾完之后，再继续勾下一圈。我们第6圈的话呢，是4个短针1个加针。首先我们是先勾2个短针1个加针，然后再循环4个短针1个加针，1个辫子针。如果说这里跟不上的话呢，记得看开头的视频。2个短针，然后1个加针，然后之后就是4个短针1个加针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1个加针。我们最后加完针之后是正好剩2个短针的位置啊，正好是剩2个针目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的脸部就完成了。大家如果说感觉自己刚开始勾的第1个一般都不会太好看啊，然后不好看的话呢，就是说直接我们先做耳朵的地方。如果说脸部的话呢，我们引拔就可以断线了，引拔拉紧，直接断线，把钩针往上抬，像刚才包身断线的方法是一样的，然后顺着缝合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先继续学这个耳朵的地方。耳朵的话呢，我们需要不加不减的勾一圈。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每个针目上勾1个短针就可以了。每一个针目上勾1个短针。全都不加针，1个针目勾1个短针。因为我们没有加针，所以勾这个短针的时候它就会卷起来，这是正常的。因为我们耳朵正好是需要卷起来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。勾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进行断线。
引拔，拉紧。拉紧之后的话呢，就是深色的地方，我们只需要留10厘米的线进行藏线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是白色的，勾2片白色的话呢，我们是直接留30厘米的线，因为我们需要缝合，所以说大家就留长一些缝合用。我们深色的话呢，就是留个10厘米进行藏线。我们每勾完就是1片，然后引拔结束之后都是直接这样拖出来的，看一下，就是这样拖，拖出来之后进行藏线。我们从引拔的这个孔里再穿回去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，就是可以顺着纹路进行藏，就是没有特定的位置。我们顺着纹路这样藏好之后，然后我们直接剪掉线头就可以了。如果说这里没压线的话呢，也藏一下线头。这里的话呢，1片就完成了。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，我们是需要钩织几片。我们深色的话呢，需要钩织2片，就是说6圈的最后1圈再不加不减，一共是7圈。6圈的加针，然后最后1圈不加不减，钩7圈，然后是直接断线藏线头就可以了。然后深色的第3片的话呢，是钩6圈，直接钩6圈之后就断线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钩浅色的白色的地方的话呢，我们是钩5圈，大家自己数一下啊，2，从中心可以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5圈，就是说3个短针，1个加针，然后第6圈的话呢，开始钩不加不减的1圈就可以了。但是记得白色的线我们要留长一些，留个3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因为我们要进行缝合。钩完圆片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开始钩这个束口的绳子。束口的绳子非常简单，我们就直接钩辫子针就可以了。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，我们直接打一个活结，拉紧，捏住线。接着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直接绕线，捏住好，拉出来，绕线，拉出来，就直接这样钩织就可以了。就是钩织的辫子针和起立针的方法是一样的。钩织到需要的长度，长度怎么定的话呢？我们需要钩这个长度最好是3倍的长度，也可以钩长一些。如果说你喜欢这个线坠的长一些的话呢，就可以钩长一些。我们是需要钩织这样3倍的长度，你也可以钩就是这样4根的长度也是可以的啊。因为我长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剪掉，没有关系。然后钩完之后，钩到需要的长度之后，我们直接剪断线就可以了。这里是演示啊，才会这么短，大家钩到这么长，就是3、4倍的长度，包包宽度的3、4倍的长度之后，我们直接拉出线头，这样就是已经断线了。
留着备用。接着我们学习包带的钩织方法。如果说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包带，也可以问我要其他款式的包带的教程了。我这里拿粉色的线，依旧拿粉色的线代替，我们直接打个结，然后拿出钩针，穿进去，拉紧。好，我们起3个辫子针，1、2、3，然后再钩1个辫子针，一共是4个辫子针。接着我们绕线，我们在第2个辫子针1、2这边入针，拖出来，绕线，同时拖出3个圈，这就是一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绕线，然后在下面一个就是第1个左边，同时拖出3个圈。接着我们入针就是这2个，我们这里可以做个接钥扣，因为刚开始可能不太懂，你可以把这2个挂上接钥扣，然后我们钩织2个辫子，钩完之后反转，反转之后我们先把第1个记号扣拿掉，在第1个记号扣的位置入针，钩一个中长针，就是比长针会短1步，3根线同时拖出来，挂上记号扣，接着下一针绕线，穿进去，拖出来，然后3根线同时拖出来，绕线，同时拖出3个圈。这一针上也可以做上记号扣，刚开始分不清这2个入针位置的话，可以做上记号扣。再起立2个辫子针，继续反转，绕线。在这个其实从这边，如果说你没做记号扣的话，就是倒数第3个围上，不算钩针上的这个围，倒数第3个围上开始钩第1个中长针。然后下一个，从这边看不清楚入针位置，然后我们挑1根看一下，我们往下就能看到。这里我就不做记号扣了，我直接钩2个中长针，然后我们反转。教一下大家1、2、3，第3个围上我们钩中长针。接着下一个围上面也是钩中长针。如果说依旧分不清楚的话呢，还是做上记号扣，每钩完1个中长针做上记号扣。我们就是不停的钩2个辫子反转，钩2个中长针，然后再钩2个辫子反转，钩2个中长针，就这样循环，2个辫子反转过来，钩2个中长针，继续2个辫子反转过来，钩2个中长针。我们钩到需要的长度，这个长度的话呢，大约
为1米到1.2米的样子，看你需要是多长。正常1.65米的个子的话呢，就是1.1米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是小朋友的话，就80到90厘米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测量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拉长一些，拉一些进行测量，因为这个毛线在你勾上东西之后，就是背上东西之后，它是会有弹性的，会拉长。所以说一定要就是拉长之后测量，这样比较准确，省得你就是斜挎的时候是刚好的，但是你一放东西的话呢，就会坠得很长，就不好看了。然后我们就是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之后的话呢，直接就断线，直接拉出线圈。拉出线圈之后，我们进行藏线就可以了，顺着这个纹理直接藏线，两边都藏好。然后我们所准备的配件就都准备齐了，我们就一起缝合。大家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勾完所有的配件啊？然后我们是一个6圈的圆圈，然后是2个7圈的深色的，2个6圈的深色的浅色的包带，还有2个抽绳。这个束口绳是有2根一样长的啊。然后接着的话呢，我们就开始组装了。我们先放一边，然后我们把包包主体拿过来。拿过来之后的话呢，大家可以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面进行，就是说进行缝合。选到自己喜欢的一面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先把线穿入这个钩的这个辫子针里面。我们先缝合束口的地方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入针的位置看一下，就在爆米花针的这里入针，从爆米花针的旁边出来。我们从侧边还是这样入针出来。这里注意缝的时候可以用手掰开，千万不要就是说缝到线的中间了，不然的话你就拉束口绳是拉不动的。就是一个进一个出，在第3行爆米花的位置啊，正面数第3行爆米花的位置。这边完成之后，把两边拉差不多，然后我们开始缝合另一根。另一根的话呢，就是在对立面，我们从另外一边入针。这里的话呢，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缝到线的中间了。如果说你这个线是从同一个孔出来的话，也是没有问题的，是一样的。
这里我们就穿完了。穿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两边整理的差不多整齐，然后我们把束口绳直接打个结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呢，我这里钩的就确实是比较长了一些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，这个就是挂在两边了嘛。但是你束上口之后，这两边会更长一些，正常追到这旁边，我感觉是最好看的。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，然后直接打一个结就可以了。这边我们两边尽量是差不多的长度。完了之后，我们直接剪掉线头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然后这个束口的地方我们就搞定了。接着我们就是拼接其他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先缝合耳朵。这里的话呢，耳朵我们这个是两片缝在一起的，这一片我就已经缝合好了，然后我们再缝另外一片。大家拿出针线，就是之前预留的这个线，穿上针，找到喜欢的一个位置就可以。我们耳朵是这样的，然后放在旁边，所以说我们先固定一下，这个缝合就比较随意一些。如果说你想耳朵尖一些，就多缝一些；如果说想窄一些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固定的差不多之后，就开始缝到包包上面。大家找到合适的一个位置，我们是直接缝在这个第3圈的这个上面。但是一定要对称哦，基本是束口绳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。如果说你束口绳不是很对称的话，那就是找中间的位置缝。确定好位置之后，我们进行缝合。我们这里的话呢，就可以缝在这里，直接穿进去，这样带过来就可以了。这里千万不要缝到束口绳，就是可以随便你怎么缝，但是不要缝到束口绳的地方了。
然后我们从这个孔穿出来，记得从旁边的孔穿进去，不要从同一个孔穿进穿出就可以了，稍微固定2下就可以了。主要是我们进行藏线，我们藏线的话呢，就直接穿到里面。我们穿到里面之后，就是在旁边随便挑一根线，打个结，就是穿进去这个圈。打完结之后，我们可以稍微的藏一下线头，再打一个结。然后把线头藏起来就可以了，剪掉。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这边的耳朵也缝合好。缝合完耳朵之后的话呢，我们进行脸部组装。这里脸部的话呢，领拔的位置我们可以放下面，还是选比较好看的一面。我们先粘眼睛，把眼睛拿出来。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下位置，然后再粘。拿出黑色的线，穿好针。这里的话呢，这个嘴巴的地方有多种的缝法，都可以缝。看一下，嘴巴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这样横着缝，也可以做个表情，不开心或者是开心，都可以。就这样也挺可爱的，看一下。然后正常的缝是这样的，缝合成这样的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缝合别的，缝合成别的。我这里拆掉给大家示范一下啊。我们可以以中间先入针，这样拎一下眼珠子，这样就是比较不开心的感觉。然后反过来的话呢，就是先下去吧。反过来的话也可以，
我最终还是以反过来为准的。反过来，我们就先以下面为入点出来。然后今天是个愉快的一天。这里的话呢，可以把眼珠子这样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用腮红，等一下，也可以用腮红，就是涂在两边儿。然后随便拿了一个我的腮红，大家有腮红的就可以自己用，然后直接涂在这个位置。我们先粘眼珠子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这个表情的话呢，自己大家随意选就行了，就可以弄这样的，也可以弄反过来的，也可以弄这种 T 型的，也可以弄成这样的，然后下面加一个竖一点点，就有很多种这种表情，就不一定指定是一种。还有这种，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喜欢，然后缝一种就可以了，也可以缝一种之后，把线留着，以后想换的时候再拆掉换。然后我们后面直接就打个结就可以了，前面就记得不要把表情弄掉。打完结之后直接剪掉。接着我们粘眼珠子，粘眼珠子会给大家配送胶棒，然后这个胶棒的话呢，没有胶枪的话，直接用打火机烧一下，烧到它化了，然后直接粘一点上去，然后粘上去就可以了。确定好位置就摁一下。好，我眼珠子好像有点放下面了，这样往旁边来，这样，不能太细看，有时候看着看着就感觉怎么都不好看，但整体做出来就好看了。放完之后，这旁边不是有丝丝吗？等干了之后一拿一下就掉了啊。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涂点腮红，这腮红一般就是在这下面的位置。这种东西，如果说女生的话，一般都有。大家涂在眼睛下面，就比较可爱一些。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涂哦。瞬间就是有点害羞的感觉。再等一下，我再涂一点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我们放上去，的话呢，也是用胶棒直接粘上去。这个时候胶棒干的很快，我们烧完之后赶紧用，粘个角落，然后粘上，记住要摁一下。眼珠子，我的脸好像贴歪了。好的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缝最后一步，缝合包带。包带的话呢，我们取出同色的线，就是缝合包带，我们取3根就可以了。
然后大概40厘米的样子。取完3根之后，我们先穿上针。然后我们这边打一个结，死结。完了之后，我们把这边然后放在中间的位置，大概就在耳朵的上方。我们开始缝。缝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针从中间穿进去，接着我们就是再缝一下，我们就这样挑着缝。看一下，我们从侧边入针，然后从这边再穿出来，这样缝合。不要挑白色的线，不要挑太多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外面会比较明显。我们直接穿过来缝这边就可以了。这个是线头，一会儿藏一下就行了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缝合，这个缝合就是没有固定的针法、针数这些，就直接缝上去，然后牢固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大概缝合个1圈之后，直接挑旁边的线，然后还是像之前一样，就是从中间穿过去。这样打一个结，打完结我们可以在旁边藏一下线头，然后再从侧边挑一根线，打个结。然后我们再藏一下线头就结束了。我们以同样的方法把这边也给缝合好，然后这个包带就结束了，这个包包的所有教程就结束了。好了，我这里已经就是整理结束了，整个包包就是这样了。然后大家如果说购买材料包的话呢，可以支持我的店铺，也可以买那个线，都可以。然后有什么不懂的话呢，也可以淘宝搜索店铺问我哦。然后希望大家好好学习，勾出一个美美的包包。再见。